今天啊，我们来讲一讲电影《八角笼中》以及它背后的故事啊。这部电影好像最近正在院线上映啊，据说票房非常火热啊，好像有几十个亿了啊，能打破纪录啊。导演呢是王宝强啊。这电影刚上院线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讲，他说这部电影啊，王局你应该讲一下，因为这部电影的原型就是几年前我采访的来自于大凉山的格斗孤儿的故事。怎么打才有力？状况是大致。状况。哎，我当时呢就很想找这部电影来看一下，可是找不着啊。像我们现在在海外的人呢，想要看国内院线的电影是非常困难的，你就想花钱，你也没有地方。后来有一个人给我发了一个盗版，我看了几分钟之后就看不进去了，因为那盗版呢实在是太差了啊！就是在院线里呢都是有的人声的那种嘈杂声，很难安静的就看下去啊。后来我就找了国内的一个朋友，我说这样，因为我特别想就着这个话题做一期节目，你呢去电影院给我看，看完之后把这个整个这电影啊情节给我讲一遍。后来呢他就到电影院里头啊看完电影给我复述了一遍。我今天就就着他的复述啊来讲一讲这部电影，也讲一讲这部电影背后那些原型的故事啊。从明天起，你们就是我格斗俱乐部的正式学员。以后你们要听我的规矩，要是还像以前那样，那就是茅房的八铺，离死不远了。按照我教你的套路来。给你个秘密武器。你为啥子要搞这个娃娃？你都自己脑壳上了。马副哥，我觉得他挺好的。那天我看到他们自己抢了。一会儿就是假戏真做，诱拐孤儿。应该说啊，我觉得这部电影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啊，票房这么好，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我们国家的电影啊，最近几年其实也不是几年了，最近的10来年了，你去看一下，几乎没有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了，都是那种悬置剧。所谓悬置剧，就是说你也看不出时间，也看不出地点，也看不出人物的这么一个故事啊。这故事整个是抽离在我们现实生活之外的，是构建的一个空中楼阁。包括历史剧很多都是啊，在历史剧的过程中间都不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了，都是嫁接在那个朝代之后随意进行改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但凡有一点现实主义题材色彩的电影啊，都比较火。你比如说《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啊，其实它的主要的故事线索基本是扒的美国的那个达莱斯买家俱乐部，叙事也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啊。但是呢，它上了院线之后一下就火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把现实生活中很多癌症病人呢想要活下去，但是又没有钱买药的这个社会现实啊，把它呈现出来了。其实那部电影当时啊，那个整个叙事过程中间的结构啊，处理的还是有一些简单化了。比如说，他把那药厂啊就刻画成了唯利是图啊，一门心思追求利润的资本家，对这些患者啊穷经极恶。那就是我们公司所生产所有药的药价，完全是合理合法的。如果你们继续在这里无理取闹，影响我们正常工作的话，那对不起，我们只能选择报警。但其实真正的现实中，这些药厂啊，它本身要研发一种新药，它需要投入大量的钱，所以它如果不能在专利保护期内收高价，它也就没有更多的钱呢，然后去研发新药了。所以啊，在人类的新药的这个研发的过程中间啊，专利保护制度啊，它确实是构建了一种伦理冲突，但呢，又是我们能够可以接近的啊最好的、最次优的选择。但是我们的电影实际上没有揭示到这一层，就是把这些药厂都刻画成了资本家嘛，丑恶嘴脸嘛。但尽管如此，它还是火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电影观众啊，太希望能够看到现实的影子了，在电影之中。电影虽然是一个艺术啊，但是这个艺术啊，我们一般的观众还是希望它也能够反映生活。如果要是现实主义题材，我们看到的时候，它就不仅仅是艺术，它还是我们自己。就比如说王宝强的这部电影啊，它其实展示了大凉山的贫穷嘛，来自于贫穷的那个社会中间的一帮孩子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啊，遭受的歧视、不公正啊，
这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间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我们平时在电影中看不到。所以电影中能够展示出来来自于大凉山这帮贫穷的孩子本身呢，就足以打动人了。现在我能回答你吗？给到就是我们这辈子唯一的出路。没得你，没得给到，我们是啥子嘛？那么多大山的孩子，你给他们提供一条难得的出路。因为我们平时啊，在新闻宣传报道中间看到的都是怎么说呢？阖家欢乐啊，这个举国欢腾啊，你看不到丑恶啊，看不到贫穷啊，看不到罪恶呀。所以，当电影真的能够把它的摄像机对准我们生活中间的某一个角落，哪怕是一点点，都会足以打动我们现在的观众。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啊。接下来，我想讲一下这个电影背后的故事啊。我呢，虽然没有看这部电影，所以我也知道啊，整个电影啊，它的构架不可能展示生活中间最复杂的部分。一方面，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啊就是如此。你比如说，你不能把这焦点对准政府，你只能对准媒体，因为媒体的简单化的报道，最终导致了这帮孩子的悲剧命运。但其实媒体能决定什么呢？最终决定这些孩子必须回大凉山的是政府嘛。王宝强的电影显然他不能把这样的焦点对准中国的地方政府啊，因为他那样的话就审不过了，所以他必须把这些矛盾适当的简单化啊，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我的采访啊，那现实生活中间的故事，那比电影要远远要复杂的多。我呢就来讲一讲啊，我当时采访这帮孩子的故事啊。其实这里头还有一个我自己的因素啊，我要讲这个故事啊，是因为当年我们采访这批孩子的时候，我有个承诺，我希望啊，我们当时每隔1年就去重访一下这些孩子，然后呢，一直跟踪到这些孩子长大成人。我们当时就下了这个决心，而且公布了。但说句实话啊，我们把这个节目做出来之后啊，最后我并没有能够一直跟踪这些孩子，别说跟踪这些孩子了，我们连我们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几年之前，我能想象我现在坐在日本东京的一个我自己租的房子里，给大家来做王剧拍案吗？我想不到，完全想不到。也就是说，我连我自己的命运都决定不了，我还怎么能够兑现我当年的这个承诺呢？但说句心里话啊，就是这帮孩子的这个状况，我一直非常留心。只要有媒体的报道，我都特别希望能够找到他们的一些成长的痕迹。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啊，说句心里话，也算是我没有兑现自己诺言的这么一个这个补救吧。村子里像你这种就是说不上学的孩子多吗？不多，就我一个。为什么你这么特殊呢？因为我交不起学费嘛，然后我就不上了。话说当年我采访这批孩子的时候啊，是因为国内有一个媒体叫梨视频，他们呢报道了这一批孩子，是因为这批孩子在一个商场里呢搞那个比赛呢打的过程中间啊，给人感觉血肉横飞的，孩子只有12、13岁啊，然后呢据说还输了钱，然后呢这些原本应该在学校读书的孩子不去学校读书了，在一个好像是商业俱乐部里去打拳，而这俱乐部的老板还利用这些孩子去牟利啊。这些小孩子有出场费吗？对，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统一管理起来，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就会给他们。都是一些什么样子价位的？这个不方便透露。对。这节目播完之后呢，就举国哗然啊！我当时看完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啊，就凭借我自己多年采访的常识啊，我就觉得肯定是把这问题想简单了，所以我们就想做这个采访。我先去采访了我不是药神的原型，然后才赶到了四川的那叫马尔康吧那个地方，跟这些孩子也包括他的教练恩波去会合了。当时恩波对我们非常不信任呐，因为由于梨视频的这个采访啊，他对所有的媒体都非常警惕，所以我在上海采访期间，我还专门先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其实就阐述了我对这孩子不能上学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啊，就是在我看来啊，就是义务教育它最重要的义务是学校以及政府，就是政府有责任去给这个孩子提供义务教育，而不是说这些孩子不能上学啊，那么这个孩子的监护人本身应该承担更大的这个责任啊。
其实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多少是有一些功利心的，是希望能够取得恩波对我们的信任，因为他如果不接受我们采访，我们就没有办法接近这个故事嘛。当然，我们去了之后啊，还蛮顺利的，采访到了几个孩子，包括那小武、小杰啊，也包括那个苏木达尔奇，就是当时已经打上 UFC 的那个，也包括他们的教练啊，还有恩波啊这些人。采访下来呢，很显然易见，基本上跟我们事先的预判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些孩子啊，他们来自于中国最贫穷的大凉山。很多人呢可能没有意识到，就中国的大凉山啊，贫困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中国的大凉山呢，聚集的主要是中国的彝族啊。这些彝族啊，实际上在他们进入现代化社会之后啊，面临一个非常难的现实选择，就是他如果坚守自己的文化独立性啊，那么他进入到中国这个社会中间，就会面临许多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就是这些彝族呢，你学不学汉语？如果你要是一开始就学汉语的话，那么你自己的语言可能就慢慢丧失了。但是如果你学彝族的语言，不学汉语，说句心里话，你就出去打工，别人都不要你。那最终的结果啊，就使得大凉山这个地方成了一个贫穷和罪恶共同栖息的地。就这个地方重毒，就重鸦片，然后呢吸毒啊，然后贩毒。我采访的那个聪武啊，也就是小武啊，他的母亲和父亲就都吸毒，而且他母亲最后就因为吸毒而失去了生命。你妈妈吸毒，你知道的？你看见过她吸毒吗？哦，那你有劝过她没有？就是说不吸毒什么的？劝过。怎么劝的？有一次我把毒品都藏了，他一直求我要。他管你要？然后就一直求我，然后我就给他。为什么呢？要给他呢？因为我看不下去，他一直对着我很难受的样子。那他去世的时候你在身边吗？对啊。我妈妈死不是死的那，他就说我梦到一个人来杀我了，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我等我死吧。那些一直在说，还一直在说梦话那些。他当时是吸了毒是吗？那他临死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话？说过。他说别人像妈妈一样的吸毒。我们在采访中得知啊，那有的村庄中间的男性啊，基本都被抓光了，要不被枪毙了，要么就关在监狱里头。而流落在外面的这个家庭主妇啊，也有一大半以上都吸毒。那最终导致的结果呢，就是这帮孩子根本没有人管。我们采访的这些孩子，多数都如此，就是小武啊、小杰呀，就是那个贫困程度啊，是我们一般的人是很难想象的。所以他们平时在那个地方啊，不去上学，就流落在外面。那么正是一个机缘巧合啊，是因为恩波这个人呢，他是个藏族啊，他在阿坝那个地方办了一个散打队，后来就是这个大凉山啊，有一个乡的副乡长，还包括一个民政局的干部啊，就看这些孩子可怜，然后呢就跟恩波说，你能不能收留这些孩子啊，到你那去打拳，因为你到那个地方打拳的话啊，这些孩子至少还有一个地方，他不至于像野草一样的生长。恩波就同意了，但他提了几个条件，说这孩子本身是家庭必须贫困，身体还必须健康，适合打拳击，能吃苦。后来陆陆续续啊，就有10几个孩子到他那个地方去练散打。应该说这些孩子到那个地方啊，显然是没有进入到正规的学校，他也努力过，想把这些孩子送到义务教育的学校去，但是那个学校本身不欢迎，因为这些孩子啊本身呢汉语都说得不太好，明显跟不上进度。另外一方面呢，这些孩子如果到了这个学校啊，会影响这些学校的升学率，所以呢就开始刁难他们，就管他们要钱。先起了诬告，退回来了。说你们他为什么要退回来呢？成绩不好。甚至最后说一个学生要5万，3万。
这不是义然后就务教育为什么？没有那些啊，他们总觉得他们没这个义务教育，你是外地来的孩子，哈，一些需要什么暂住证，需要什么居住证，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孩子成绩不好嘛，一个孩子最早是3万啊，最后要高了要5万，就保证金嘛。最终恩波就把这孩子啊，干脆都叫回来了，在他自己的俱乐部找了一个老师啊，给这孩子上课。当然了，这个上课的教学水平啊，肯定是没有办法跟义务教育相比。但是呢，他毕竟跟孩子啊流落在街头啊，然后呢，这个天天啊靠打架斗殴、偷鸡摸狗那样的生活要好得多。但是呢，你看媒体的报道过程中，指责的是这些孩子没有学上啊，但是这个孩子啊，在恩波俱乐部啊学习拳击啊，学习 MMA 啊，学习综合格斗啊，对他们来说啊，虽然非常苦啊，但是呢，却跟他自己在家乡的生活比起来要好太多了。首先，他们能吃到肉了，那跟过去比起来，在家里头只能吃洋芋，只能吃土豆。其次，最重要的是一点，实际在这个地方是他有一个家庭般的温暖。他们在家的时候是没有人管他们的，有的父母是离世了，有的呢虽然没有离世啊，父母啊实际上可能把他们就遗弃了。所以这些孩子啊，其实最苦难的是根本在生下来之后没有得到过关心。我在采访他们的时候啊，他们一提起他们的父母的时候啊，都眼泪纵横啊。他们在这里头啊，得到了那种他们过去从未得到的关心，所以他们管这个恩波叫做干爹。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一点，他们在这个地方打拳啊，还能获得梦想，因为他们通过打拳知道啊，他们学习不好啊，但是可以通过打拳啊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都是这个国家里最贫困的一个地区的最贫困的家庭的孩子。如果按照正常的途径走，他们就算进了学校，说句心里话，他们这辈子的命运大部分也都注定了。但是他们打拳呢，就不一定了。他们的那些看似被注定的命运，真有可能一天改命啊！他们实际上是在为着梦想去打拳。我觉得一个人再穷啊，再卑微啊，他都有梦想，而一旦有梦想了，他生活就变得有希望了。所以这帮孩子啊，在恩波俱乐部能够给予他们最大的是什么？就是梦想。那如果你要是有一天你真的打比赛赚到钱了，你的梦想实现了，你想做什么？你说我有钱了是吧？我想干爹爷呢，把像我们这样的小孩，就家庭比较困难的，把他们也像你现在这样的，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然后就是给他们说我走过的路就跟你们一样的，你们要努力啊那些。你希望他们也能够跟你今天一样来练这个格斗，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吗？对，我来练这个我就是希望改变我自己的命运，还有实现我的梦想。这就是我们当时啊在采访中获得这个孩子的这个状态。但是呢，由于啊这个李世平的这篇报道啊，就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嘛。那当时这些围观的群众就认为，这些孩子原本就应该义务教育，应该上学呀，怎么能去打这种比赛呢？于是呢，当地政府就开始出来干预了，就找到这些孩子的家长，要求他们必须把这些孩子全部带回到大凉山。因为当时舆论已经掀起来了嘛，所以这些当地政府就开始收买这些孩子的家长。那小杰的爷爷嘛，就给了他1个月啊3000块钱。我们私下当时了解到，其实这些钱啊，这些孩子也未见能得到啊。但是呢，这些非常贫困家庭的亲属一看政府给他们钱啊，就急于要把这些孩子带走。我拿呀，我这嘛还是过去，你按这个的了，你们去。因为亲爱都亲人，好嘛？哦，比较多，你亲人怎么关心你的？我们单位政治是关心你的。俺们。
他如果不按，不能那个，他必须得按。你听话点，过来干快点。好吧的。你回去也都亲人，还有我们叔叔阿姨、爷爷这这么关心你的，回去要读书，要给你，我们要发钱给你啊，每个月都要发钱给你，快点来，听话。那小孩不懂事。鼓捣嘞，鼓捣嘞。好好给他说嘛，我们小孩自己玩的呀呀，我们回去要给你买好吃的，我每个要给你们发钱啊，别都钱多。这样的嘛？这项目出来的时候，解决啥个？这一个保险，一个他走。不他我不愿意了，也不愿意处理，让他很无语了。主管那不能那个他妈谁不想莫名啊？妈妈主管，不要哭了，阿姐，好。你们在玩嘛？说句心里话，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啊，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啊。我曾经啊，当时写过这个文章，我就说，媒体做节目的时候啊，做报道的时候啊，我们根据应然做节目啊非常容易，根据实然做节目非常难。大家如果看一下我采访格斗孤儿的节目，也包括我前一段时间啊去做的那个拍案中间董志民的节目，本质上来讲啊，就是我的这个价值观呢，或者说我的理论体系都是一脉相承的。如果你把它抽离起来、概括起来，就是帕累托改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设身处地的为你的当事人着想，什么样的行为真正给他能够改进，福利改进、利益改进，而不是基于你的自己内心的道德的是非观。为什么董世民那个事情，当时我对很多网上的这些人不以为然，就是他们的那个看法太不符合生存现实了。如果董志民当时不收留小花梅，那小花梅绝对会流落街头，最后可能冻饿死在路上。所以虽然说啊，在很多人看来，这个董志民收留了小花梅，小花梅的状态不符合大多数人对她的预期，但对于小花梅来说呢，可能她的生存状况却改善了。这真的是一场非常可悲，但确确实实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对于这帮孩子来说也一样，你是按照义务教育法来讲，他们应该去上学，但是啊，你没有想到，对于大凉山里头那个贫苦的家庭，那些罪恶和贫穷共同酝酿的土壤来说啊，你就算是强迫他们去上学，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未见得是好事儿，因为那个地方的教学水平本身也很低。他们能改变命运吗？很难。他们长大之后还会重复他们自己的那样一种命运轮回，要么呢去偷东西，要么呢就是中毒，要么呢就去贩毒。这种轮回啊，在那个地方已经经历了无数代，他们只不过是这中间的一部分而已。但是呢，他们打拳呢，就相当于跳离了过去的逻辑。虽然说看似啊，他们违反了义务教育法，但在我看来啊，实际上这个才是对这个孩子来说最有利的选择。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根据实然去做节目，就是我说的，作为一个媒体啊，理解复杂社会现实的能力。每天不可能我在老家那个，如果我这次回去老家，那我也像他们一样的吸毒啊那些啊，还是去打工那些啊。我不想回去。不想回去。我有梦想嘛，我想实现我的梦想。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我的梦想就是打 UFC 嘛，然后拿到金腰带。然后 UFC 可能很难打的。啊，很难打，我能坚持。我知道。全中国也只有几个人打进那个 UFC 呢。你觉得你能打进去？我觉得我能。你为什么会这么有自信？因为我每天训练都是那个目标就是 UFC 嘛，我每天都训练认认真真的练嘛，让我能相信，有付出就有回报。第三点就是这个电影放了之后啊，我也看了一下，很多媒体去追踪这些孩子的命运啊，包括那个我当年采访的小武，
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变成了一个小伙子。他现在好像是已经跟中国的 UFC 中心签约了啊，在抖音上有账户。他呢已经无限开始接近了当时的梦想，我看了特别高兴。就包括那个回到大凉山的小杰啊，他回去之后呢，被当地政府树了一个典型，就安排在了一个体育学校里头。那个体育学校里头是打拳的，打拳击的。虽然说他没有继续练这个 MMA 了啊，但他继续练拳击。他现在已经获得了四川省52公斤级的冠军啊，我看了也挺开心的。但是我在想啊，当时从恩波俱乐部啊回去的孩子一共有17个，但是你去看了吗？只有小杰一个人体育练成功了，其他的孩子呢？这些孩子据我们了解啊，当时当地政府把他们弄回去之后啊，就把他安排了大凉山那个地方啊，水平最高的一个学校，让他们在那儿去读书。这在政府的逻辑里，这是好事儿吧？你想想，你们不是说我们不重视这些孩子的教育吗？你看，我们把他们接回去了，把他安排到了当地啊水平最高的学校里头去了，条件最好的学校里头去了。但要我说啊，对这些孩子来说，就是这种强制性的把他安排到那种学校里头去啊，在他们的命运啊已经走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之后，对他们来说也未见得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这些孩子刚上学的时候，你们政府就把他安排这样的一个学校，可能对他们来说是有益的。但是他们已经辍学了几年，已经去开始练打拳击，打了一段时间了。你把他安排到最好的学校，他们跟得上那些学生吗？他们能够把他们失去的那几年的那样的一个学习的时光追回来吗？说句心里话，我不相信。这其实就是政府啊，为了满足公众的那种道德诉求，也包括媒体的道德追问啊，所采用的机械的处理方式。这还是我们看到的，还有更广阔的范围内，大凉山里头还有那么多贫穷的孩子，还有那么多因为父母吸毒被抓到监狱啊，然后因为家庭贫困啊而辍学的孩子。那些看不到的孩子，政府管吗？并没有管呐。那么，假如说那些孩子还有自己的梦想，想要出去打拳呢？所以啊，我觉得这种政府因应媒体和舆论公关的那种措施啊，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在更大范围内啊掩盖了问题而已呀。哭了不哭了啊？如果我还是在国内的话，我一定会去到大凉山，再去寻访一下当年我们采访的这16个孩子，我看看他们现在啊学习究竟是跟他的同龄人比起来跟不跟得上，有没有人继续辍学，他们还想不想继续打拳，他们后不后悔当时被从恩波俱乐部给代理。我觉得把那个现实揭示出来啊，整个大凉山那些因为贫困和罪恶下面辍学孩子的那种生存图卷啊，才算是完整的呈现给大家。孩子太瘦了，是吧？对，太瘦。我在老家比这个还瘦。比这个还瘦哈。你得好好吃饭。人家都摆的是拳头，你为什么要摆个这个姿势？因为这个姿势比较明显。比较什么？比较明显，肌肉那些。肌肉比较明显。你觉得可以把肌肉逼出来是吧？但是我看那肌肉也不明显。我也感觉。是吧？哎，说到最后啊，我们还想说回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呢，因为我没看嘛，也不太好太多评论啊。但我想说一点啊，我觉得王宝强啊，不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导演，因为他本身的文化程度也不是特别高嘛。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当年的北漂嘛，由于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上演了这个盲井那部电影，最后呢也完成了自己命运的改变啊。但是我觉得王宝强有一点就是他比较真诚。大家都知道他做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当时评价很差，得了这个金扫帚奖啊。一般导演得了这个奖的话，没人去领，但是王宝强呢，还真就去到现场去领这个奖了。我自己今年我
必须我要亲自来接受大家的批评。我觉得是因为我爱电影，我尊重电影，我尊重观众，尊重在座的前辈们，电影界的。所以说我自己必须一定要亲自来领。但是我第一次当导演，也确实是欠缺经验啊。第一次当确实欠缺经验，有很多这些自己也知道不足的地方啊。那我觉得，我相信，这个经过自己未来的努力，不断的学习啊，我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导演。所以我个人觉得啊，王宝强为什么能取得今天的成功，不是因为他聪明，也不是因为他精明，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因为他这份真诚。我想啊，他可能通过这些孩子的那些身影啊，他读到了他自己当年徘徊于在北京那些片场门前的时候吃盒饭的日子啊，徘徊于自己想要改变命运求头无门的那种状态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呢，终于打开了这扇门。所以我觉得王宝强在这部电影中间的那个演出很多的时候更多的近似于是一种本我的出演。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乏那精明而虚伪的人，而缺乏真诚而平庸的人。实际上真诚而平庸的人呢，有的时候比那些精明而虚伪的人呢更容易取得成功，不是吗？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的你，我的给的，跑不动就得给老子跑！我们是啥子嘛？他说别人像妈妈一样的心痛。我每个要给你们发钱这么清楚转哪了嘛？这项目转来的时候，这举手过。然后这一个包钱，他。